归的董明珠忘了用过日本的技术啊。上面是2009年格力电器与日本大金空调签订战略合作时的场景，格力方面负责签字的是董事长朱江洪，而今日大名鼎鼎的董明珠当时还是总裁，坐在第二排的边缘位置。虽然照片有点模糊，但是能看出董大姐笑得很灿烂，显然她很看好这一次合作。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在接受了大金转让的部分核心技术后，格力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迅速成为了国内变频空调和中央空调的领军者，市场份额从合作之前的4%窜升到了2012年的14%，不但击败了一众国产品牌，还将大金踩在了脚下。也正是在这一年，一把手朱江洪宣布退休，格力正式进入董明珠时代。最近在一把手位置上待了久了的董明珠，似乎忘记了格力吸收大金技术的历史，竟然说出格力绝不会用海归派，海归都是间谍这类奇葩的言论。请问当年如果没有日本大金的技术转让，格力能发展的这么快吗？董明珠敢说格力的每一项技术都是100%纯国产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引进、消化、吸收、创新本是大部分国产品牌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必经之路，但是董明珠似乎有意忽视技术引进的历程，抹杀海归对技术本土化的贡献，只谈技术创新如何，掌握了多少核心科技。但是这些技术创新难道不需要技术积累吗？如果空调是格力发明的，我们无话可说，但空调是个舶来品，是美国人发明的，没有海归将空调技术带回来，格力这家公司都不可能会存在。格力吃了开放的红利，现在却要反过来贬低海归，我们万难接受。再如70年前，钱学森不顾美国人的重重阻挠，不远万里回归了祖国，带回来了最先进的导弹理论，才有了后来的两弹一星。难道钱老也是董明珠口中的海归间谍吗？何等荒谬！董明珠之所以能够说出来这种奇葩言论，个人推测有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在格力内部，由于没人敢反对他，久而久之形成了信息茧房，让董的自我认知出现了偏差，觉得自己说什么都对，导致现在说出来的话越来越离谱。有证据吗？有。央视遇见大咖采访他时，有个乘坐电梯的场景，员工看到董明珠时的第一反应是害怕，大气不敢出，躲到一边。董明珠则用很严厉的口吻问他来4楼干什么，员工敷衍了一下，见电梯门打开了，立刻一溜烟的跑了。格力年会上还出现员工在表演节目时唱出我妈就是董明珠的雷人歌词。此外，格力内部多位曾经有希望接替董明珠位置的2把手，也都因为种种原因，如辞职、创业、调岗等，失去了继任1把手资格。从这些细节中不难看出，董明珠在格力基本已经处于独尊的地位，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大，越来越放飞自我，想说什么说什么。第2种可能是董明珠故意制造矛盾，吸引媒体关注，用贬低海归的方式将格力与中国制造深度绑定，巩固格力掌握核心科技的品牌心智。众所周知，从2014年解聘成龙后，格力一直在用董明珠当代言人。问题是董明珠既不是明星，又不是网红，凭什么吸引媒体的关注呢？方法无外乎3种：一是立人设，把自己塑造成心直口快、性格泼辣的女企业家形象，与一般企业家的低调内敛形成鲜明对比，借此吸引媒体的关注。第2是怼名人，看谁流量大就怼谁，比如最近看雷军很火，便拿小米汽车失火的事儿，借其他名人的影响力为自己引流。3是造话题，净说一些反常识的言论。传播学中有个经典的笑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就是新闻了。所以大可时不时说2句反常识的话，吸引关注。比如格力要卖冰箱，他就说青菜放在格力冰箱里20天，拿出去比菜市场的还新鲜。格力要卖电饭煲，他就说我们的电饭煲煮出的米饭，糖尿病人都能吃。这次同理，格力想要树立爱国品牌形象，就拿海归开刀，骂他们全是间谍。董明珠真不知道自己说的话有问题吗？恐怕未必，否则他不可能在1把手的位置上坐这么久。他敢这么说，肯定是在心里仔细衡量过利弊得失，确认收益大于损失后才敢这么说的。诚然，这一次贬低海归的言论可能会得罪一批洋务派，但是这些洋务派本来就是格力的潜在用户，他更喜欢买大金、30、洋牌等，如同买 iPhone 和华为的人极少换品牌一样，索性得罪到底，以赢得本土派的好感，深度绑定本土派，让他们觉得买格力就是爱国，就是支持中国制造。这一边是不买格力的人发誓永远不买，一边是买格力的人怎么换空调都是格力，忠诚度极高。不过这一次贬低海归派确实是过了，不但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还否定了格力自身发展史及开放的意义。所以董明珠应当对这些不当言论道歉，否则请格力再造空调时不要再用从海外引进来的技术，全部都自己造嘛。